幽魂阵容少给莫甘娜带装备，幽魂体系才能稳定上大分。幽魂的羁绊视觉效果很一般，如果玩家不阅读羁绊介绍，很难直接看懂幽魂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这期视频我们将从机制介绍上逐步推演幽魂阵容的思路，直接去抓幽魂的关键词，分别是产生和传递。一句话概括幽魂羁绊，保证每只亡灵的产生，并且将它们集中在一起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让亡灵稳定产生？最有效手段就是提高阵容的坦度。如果你的幽魂挂件没有产生亡灵就死掉了，那代表你损失了2只亡灵的上限，并且幽魂阵容占据了3个坦度羁绊。擎天卫、斗士、护卫是有很多种办法提升自己的坦度的。肾技能有减伤，剑魔厄洛伊技能有回血。坦克的触发效率肯定比战士高，而且凯隐身板真的很脆，所以一般幽魂转都是给坦克英雄。莫甘娜跟女警也是半斤8两，出魂速度一样的慢。第二个问题，如何让亡灵集中在一起？最有效手段就是清理掉敌方挂件，让一只亡灵传递到敌方主坦身上。那么你的 C 位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有效击杀。莫甘娜明显就不符合这个需求。首先，莫甘娜的个人特色就是雨露均沾，单体数值不高，但技能 AOE 范围广。其次是幽魂产生的亡灵是挂给附近的敌人，而莫甘娜技能经常给到敌方后排。这2点综合来看，即使下版本莫甘娜数值加强，我们预测它在幽魂定位中也只能是负 C， 甚至是挂重伤的功能性单位，不配吃满3件装备。大数据这里也展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，在同样6幽魂2星莫甘娜的前提下，0装备莫甘娜大于3装备莫甘娜。6幽魂0装备的莫甘娜平均名次 3.56，6幽魂3装备的莫甘娜平均名次 3.69， 这是很难得一见的数据，很少能看见一张4费卡英雄的主羁绊开满情况下，带装备反而拉低名次。我们再来看这2张4费卡的整体情况，莫甘娜和凯隐的窃贼手套明显排在前面，并且凯隐的血手肉装排名也比较靠前，反而凯隐的和莫甘娜的正经好装备排名都比较落后。泰坦、正义、银血、法爆，甚至青龙刀莫甘娜数据也很差。你可以不认可这些观点，没有关系，我也并不想用主观视角阅读的大数据来代替你的阅读理解，只能说我从这些大数据里面看到的是这些内容，我自认为逻辑通顺。如果你和我的观点不同，以你为准。4幽魂每个亡灵增上 10%， 如果4个幽魂英雄产出8个亡灵，并且集中在1个敌方英雄身上，那么对我方输出提升就是 80%， 即使只分到4个亡灵，也是 40% 的伤害提升。我们拿彩色飞升做个对比，前15秒 15%， 后15秒 45%， 平均30秒提升了 30%。6幽魂每个亡灵增上 16%， 如果6幽魂英雄产生12个亡灵，并且集中在1个敌方英雄身上，那么对我方输出提升就是 192%， 即使只分到6个亡灵，也是 96% 的伤害提升。96%到 192% 增伤，相当于3到6个彩色飞升数值。注意，幽魂打出来的伤害是魔法伤害，即使你的阵容是塞纳主 C， 也需要一些魔抗击碎效果，比如电刀或者离子。反之，幽魂肯定要从幽魂的2个关键词下手。从幽魂产生角度说，那些没有装备的挂件肯定是扛不住我方主 C 的集火，游戏越后期越明显。从幽魂传递角度说，永霜、龙牙、钻石之手、中亚沙漏、夜之锋刃都能延缓传递效果，尤其是钻石之手 1.5 秒的无敌时间，且不转移仇恨，可以把所有的火力全部吃完，打断幽魂的传递节奏，给我方争取宝贵的输出时间，平推对面高幽魂。看完这期视频，是不是想起来了很多残局是3星纯肉装的肾一刀一刀收割了残局？这也将引出下一期视频的主题。除了塞纳，还有什么 C 位值得幽魂体系考虑？最后感谢大家的点赞、投币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